各位朋友，大家好。公元1376年，也就是洪武8年，成义侯刘基刘伯温死于自己在浙江青田的老家。这本来是一个再正常不过的死亡，因为刘基这时候已经65岁，而且在这之前他一直生着病。他的死因应该没有什么可疑问的，应该就是病死。但没想到4年以后，也就是洪武12年，当时的御史中丞屠杰奏报朱元璋说，刘基的死因有疑，害死他的人正是当时的左丞相胡惟庸。屠杰的举报引起了朱元璋的重视，因为刘基最开始生病的时候呢，他还在都城南京。这时候呢，朱元璋还让胡惟庸带着一名御医去探望刘基，御医还给刘基开了2副药。本来只是染了霜血之症，就是着凉了的刘基，在服了这2副药以后，病情反而愈发的沉重。他曾经还禀报给朱元璋说，他服了药以后觉得肚中有一块坠石，非常的难受。再后来病情逐渐加重，已经不能上朝理事。最后朱元璋允许他回家养病，回家1个月以后就去世了。那么会不会是胡惟庸指使御医在药里下毒，害死了刘基呢？而胡惟庸又是朱元璋派去的，那么刘基会不会是朱元璋蓄意杀死的另外一位开国元勋呢？到底是胡惟庸，还是朱元璋，还是就是简单的病死的？这也就成了一个谜。传说中的刘伯温是前知500年，后知500年，是一个半仙式的人物，而历史上的刘基则是另外一个人。刘基真的有那么神吗？是谁又为什么把刘基塑造成了现在这副模样？历史上真实的刘基是怎么样的？所以呢，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位刘基刘伯温，聊聊他的死之谜，聊聊他的生之憾，也让他从别人刻意布置的云雾的后面转出来，给大家展现一个真实的刘伯温。刘基出身名门，他的祖先据说是南宋时期的中兴四将之一的刘光世。中兴四将指的是岳飞、韩世忠、张俊、刘光世。虽然说名气上看起来都一样，但是在抗金的实际作用上，刘光世是远远不能和岳飞相比的。刘基小的时候非常的聪明，可以说就是一位神童。他在22岁的时候就考中了元朝的进士。这个呢，这是非常非常的困难的，因为大家知道本身进士就非常的难考，元朝的进士是更加的难考。因为元朝的进士考试啊不规律，想办就办，不想办就停。所以啊，在元朝的时候，如果能做进士的话，那绝对是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刘基从事以后呢，做过县丞，后来又做过地区的一个教育官员，但是仕途上呢一直不太顺利，与同事之间呢也经常发生一些纠葛，为此呢他还愤而辞官。后来到了元末时期，是天下大乱，群雄并起。这时候元朝统治者的主要工作就是平息各地的暴乱。刘基也因此应召进入了元帅府，做了一名元帅府的都侍。以前我们看过很多文章，说刘基是不满意元朝统治者的残酷统治，所以呢愤而辞官。实际上还真不是这么回事。刘基在做官以后写过不少歌颂元朝皇帝的诗，特别是对他们的宰相脱脱更是称赞有加。脱脱这个人对于蒙古人来说那是一个贤相，而对于其他民族的人来说那是一个屠城的恶魔。在各地爆发起义以后，刘基也曾经上书给元朝的皇帝，说这些暴动不过就像蝼蚁一般，在元朝大军的打压之下，一定会很快土崩瓦解的。刘基是浙江青田人，在当时来讲，他就算是南人。元朝的时候，人是分不同层次的，最高层次的是蒙古人，其次是色目人，第3位的是汉人，就是北方的汉人，第4位的才是南人。所以刘基那时候是处在这种种族鄙视链的最底层，所以刘基一直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
通过仕途上的成功改变自己的身份地位。所以说他辞官并不是什么不满意元朝的统治，他辞官的原因简单讲就是仕途不顺。所以等到元帅府征召的时候，他认为机会来了，所以又进入仕途。这时候他的工作就是协助元帅平息当地的暴乱，但毕竟他男人的身份限制了他在仕途上的进一步发展。后来又因为官员之间的相互争斗，他的兵权被剥夺了，因此他又一次愤而辞职。到了元至正18年以后，天下大乱的形势是越来越明显。这时候元朝的命运似乎已经是注定了。此时的刘基不得不为自己再一次做一次职业规划。用他自己的话讲，本为元，既穷乃归明。所以他就投奔了当时距离他最近的朱元璋。朱元璋对刘基还是非常的重视的，特意为他建了礼贤馆让他居住。毕竟对于朱元璋而言，刘基绝对是一个大知识分子。当时朱元璋队伍中的2号人物李善长，以前也不过是一个乡中的祭酒出身，这对于朱元璋来说已经是很有学问的人了。乡中的祭酒就相当于咱们现在的民办小学的校长。刘基的进士身份就已经比这位小学校长要高很多了，所以这也难怪朱元璋对他是礼遇有加。朱元璋这时候呢，名义上还是听从小明王韩林儿的号令，所以每次在做重要决策的时候，朱元璋总是在大帐的正中摆上一把空椅子，说这就是代表着咱们小林王韩林儿，所以大家都要向这把椅子下拜，可唯独刘基立而不拜。朱元璋就问他，你怎么不拜呢？刘基当时就回答，他不过是一个放牛娃，我拜他作甚？朱元璋一听这话，脸上是青一块白一块的。刘基这时候突然醒悟过来，这位大帅以前也是个放牛娃。所以散会以后，刘基就马上找上了朱元璋去向他解释。同时呢，又向朱元璋建议说，咱们没必要再去拜什么小林王，咱们应该打下自己的天下。这话呢，说到了朱元璋的心坎上。随后刘基又向朱元璋献出了他的实务18策，基本思想呢，就是要先战陈友谅，打败陈友谅以后再收拾张士诚，然后挥军北上，一举拿下天下。最后朱元璋也确实是按这个步骤走的，也最后终于是拿下了天下。除了这些谋士的工作以外，刘基在朱元璋的队伍中还有什么神奇的表现呢？还真有。据明史记载，在鄱阳湖水战中，当时朱元璋和刘基是坐在一条战船上，突然间刘基拉着朱元璋就往船下跑。朱元璋大声地喊，什么情况？难道是村里的狗又追出来了吗？刘基也不理他，拉着他就跳上了旁边的小船。转瞬之间，一颗炮弹就击中了他们刚才所站的地方。所以说刘基是救了朱元璋一命。那刘基是怎么知道炮弹飞过来呢？难道是未卜先知，或者是他看见那个炮弹了？明朝那时候的炮弹的速度多快呢？我也不大清楚。看见大炮发射以后再跑，是不是来得及？我也不太了解。反正这事儿呢，听着是比较悬，大概是属于超能力吧。在刘基被朱元璋奉为上宾的时候，肯定有一个人心里头是满肚子羡慕嫉妒恨，这个人就是胡惟庸。和刘基相比，胡惟庸的资历更老，他是在公元1355年加入了朱元璋的队伍，而刘基呢，大概应该是在公元1359年，也就是4年以后。大家知道，公元1355年对于朱元璋来说就像一个分水岭，在这一年他有了他的太子朱标，在这一年他打下了吉庆，有了自己的地盘。从1355年以后，大量的人才开始涌入了朱元璋的队伍，所以在后来建朝以后的封爵时，1355年以前加入的和以后加入的那待遇是截然不同。之前加入的对朱元璋来说，那是和他一起打天下的弟兄，是在形势完全不明朗的情况下选择跟他在一起的。
而之后加入的只能算是锦上添花的人物。胡惟庸正好是1355年，不过呢，他应该算是之后加入的，因为这时候朱元璋已经有了自己的地盘。朱元璋呢还是非常看重胡惟庸的才能，所以呢就赋予他一个非常重要的职务——送快递。在刘基是座上宾的时候，胡惟庸还在送快递。那时候他是元帅府的奉差，主要工作就是跑个腿儿、送个信儿什么的。再后来他到县里当了一名主簿，后来又当了县丞，但一直是很不得意。直到后来他攀上了他的老乡李善长这棵大树，他的境遇才得到了根本性的改变。1368年明朝建立的时候，这时候的胡惟庸已经是后来居上。依靠着李善长这层关系，他已经做到了参知政事，相当于副丞相这个级别。而刘基呢，不过是一个御史中丞。御史中丞可并不是御史台的最高行政长官，御史台还有左御史、右御史。当时的左御史是邓愈，右御史是汤和，所以刘伯温还是在这二人领导之下。品级呢，应该是差不多正三品的样子。那么朋友们可能有所疑问，为什么刘伯温这么大的功劳，却只封了一个这么小的官呢？其实不光是官职小，洪武2年的时候，朱元璋给这些功臣们分封爵位，其中他封了6位公爵，28位侯爵，在这34个人中并没有刘伯温。后来1个月以后又封了2个伯爵，这时候才想起了刘伯温，封他为承义伯。另外一个和他一起被封为伯爵的是中秦伯汪广洋，而汪广良最后也做到了宰相，地位也比刘基要高。那么是不是朱元璋处事不公，严重低估了刘基在这个领导集团的作用？其实呢，还真不是。朱元璋这次分封基本上反映了这个领导集团中个人所占的位置和他们在建朝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从这里呀，或许也能看出来，刘伯温是在后来被捧得很高，成了文臣中的第1位，但实际上在当时朱元璋的这次分封是很说明问题的，它真正反映了刘伯温在统治集团中的地位，应该就是在34名以外。刘伯温的长处呢，在于谋，在谋这方面的他的主要的侧重点还并不是在行兵打仗、排兵布阵，而是做一些战略性的思考。可偏偏在这方面，朱元璋本人可以说是个战略大师。刘伯温建议先打陈友谅，这一点呢，朱元璋也已经想到了，而且最后的结果是陈友谅自己主动打上来了。所以不管刘基是不是出这样的主意，结果都是一样的。朱元璋确实给刘基一个很高的评价，说刘基是物之子房也。不过被朱元璋称之为子房的还不只是刘伯温一个，汪广洋也曾经被称为子房。所以子房对于朱元璋来说，就跟他的肾一样，肯定是不止一个，他身上就有2个，脸上还挂着一个。而朱元璋呢，称李善长为萧何，这个称呼他可从来没与另外一个人分享。也是因为刘伯温的长处在于谋，所以在建朝以后，他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用。这其实也很正常，历代君王差不多都是这样。比如说张良、张子房，他的特长就在于谋。汉朝建立以后，张良就慢慢的淡出，真正在前台执掌大权的还是那个萧何。原因呢，其实很简单，谋臣与治世之臣这2类人才呢，在打天下的时候基本上是同等重要，特别是谋臣，所谓谋天下。而打下天下以后，谋臣的作用就会逐渐的降低，而像李善长这样的治世之人才会继续得到更大的重用。这个道理其实很简单，胡惟庸也是这样的一位能臣。有些人大家知道，做好事与做坏事的能力都是特别强，胡惟庸就是这样的。他在基层摸爬滚打了这么多年，已经积累了大量的经验，对整个的官僚运行体系他是了如指掌。现在又随着李善长地位的稳固，他的地位也是扶摇直上。没过多久，他就已经做到了右相。
明朝的时候是以左为尊，所以他与最高职位左相只是差一步之遥。再后来呢，朱元璋觉得李善长的权力过大，所以呢就让李善长致仕，留下的一个空缺，朱元璋想找一个能臣来填补。那找谁呢？朱元璋就先找了刘基来商量，问问刘基的意见。朱元璋先提出了他的第一个人选，叫杨宪。杨宪是刘基的朋友，但是刘基并没有因私殉公。他对朱元璋说：“杨宪不行，有宰相之才，无宰相之气，就是他的气量太小了。”朱元璋又说：“那你觉得汪广洋怎么样？”刘基说：“这位更差，还不如杨宪呢。”朱元璋又说：“那胡惟庸呢？”刘基回答得更直接，说做宰相就好像是驾马车，如果你把国家这个马车交给胡惟庸这样的人的话，他早晚能把这车开翻了。朱元璋说：“那都不行，你的意思是不是只有你才是最合适的宰相人选呢？”刘基说：“我也不是，我这人呢性情太耿直，经常得罪人，而且呢又不擅长做那些琐碎的事情，我肯定不是宰相的合适人选。但我相信陛下只要留意找寻，肯定能够找到合适的人。您现在提出的这几个人都不行。”这番话不知道怎么最后传到了胡惟庸的耳朵里，胡惟庸由此就恨上了刘基。又过了1年，刘基告老还乡，就算是准备退休了。在他的家乡青阳，他发现有一个地方叫潭阳的，这个地方呢，处于2个管辖区域之间的部位，属于两不管地区，所以呢，历来呢就有很多盗贼在这里云集，这个地方也就成了一个匪窝。刘基看到这里匪患猖獗，他就希望朝廷能在这里设立一个巡检司，加强这个地区的管理。于是呢，他就让他的长子刘连写了一份奏折。刘连上奏折的时候没有通过中书省，直接递到了上面。这事儿被胡惟庸知道了。胡惟庸那时候正以右相的身份执掌中书省，他知道了这件事以后，又想起了刘基当年说的那些话，所以他就唆使下面的一个官员举报刘基，说是刘基会看风水，他看到了潭阳这个地方有王气，想把自己的墓地建在这里。当地的老百姓不同意，所以刘基就建议设立一个巡检司，目的就是把老百姓吓跑，最后他能独占这个地方。朱元璋看到这个奏折以后，注意到了王气，这是朱元璋最忌讳的，所以他很生气，就写信斥责刘基。刘基非常的害怕，马上从家乡就赶到了南京，当面向朱元璋解释，而且承认了自己的过错。朱元璋最后也没有很严厉的制裁他，只是停了他的俸禄。但是刘基还是很担心朱元璋对他不放心，所以他干脆就留在了南京，没有再回他的老家。也就在这段时间，他得到消息说胡惟庸将要升为左相，他心里头还是非常的难过，私下跟人说，希望我所说的不会应验，那老百姓就不用遭罪了。再后来，刘基就染上了霜雪之症，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感冒着凉了。在病情稍微好转的时候，胡惟庸奉朱元璋的命令，带着一名御医前来探望。御医还给刘基开了2副药。刘基吃下以后没多久，就觉得腹中胀痛，感觉腹中好像有什么重物在下坠，使得他的气息不通，非常的难受。病情也逐渐的加重。在这期间，他还面见过一次朱元璋，也跟朱元璋提到吃了胡惟庸让御医给他开的2副药以后，他有了这样的症状。但当时的朱元璋并没有说什么，只是宽慰了一下刘基，然后就命人将刘基送回老家养病。刘基回到老家差不多1个月以后就去世了。现在又回到我们最初的那个问题，到底谁杀了刘伯温？已故的明史专家吴晗老先生以及明史协会的会长都说，杀死刘伯温的凶手就是朱元璋。但很遗憾呢，我并没有看到他们提出任何充足的史料或者是逻辑依据。我对此呢倒是有不同的看法。我觉得朱元璋不可能杀刘基，原因有以下几点。第一，
采用这种暗杀的方式不是朱元璋的风格。在朱元璋看来，杀人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一定要做得正大光明，至少是他觉得他一定要找个理由，哪怕这个理由并不真的成立，他也要光明正大的杀人。而且如果朱元璋真的想杀刘基的话，刚才我们提到的那个王气事件已经足以让朱元璋杀了刘基了，这样又简单又不会落什么把柄，岂不是更容易一些吗？第二，完全没有杀人动机，他从来没有处于权力的核心，而且现在也马上要退出政圈。朱元璋这时候杀他，到底图的是什么呢？刘基虽然隐退，但他在读书人之中的地位还是很高的，门生故旧也有不少。这时候朱元璋如果杀刘基的话，完全是百害而无一利。第三，如果朱元璋是授意胡惟庸去杀死刘基的话，那也不可能，因为那时候朱元璋主要的政治对手就是这个胡惟庸，他不会轻易的把自己的一个把柄落在他的手里。那么如果不是朱元璋干的话，那是不是胡惟庸干的？这个呢，从逻辑上来说，似乎也是说不通。如果是胡惟庸指使御医在药中下毒的话，那第一，难道他就不担心刘基会把药留下一部分，以备以后的化验吗？第二，他怎么能够保证刘基会把这个药吃掉呢？毕竟并没有圣旨让他监督刘基吃这2副药，即使吃了也可以留下一部分。如果将来有人质疑刘基的死因的话，拿这些药一化验，胡惟庸犯罪的证据就有了。还有，刘基吃了那2副药以后，经过了80天才去世的，所谓夜长梦多。胡惟庸难道就不担心在这么长的时间内刘基会有什么反击吗？即使他没有那么聪明，留下一部分药，他也可以在这段时间去看看其他的医生啊。如果其他的医生看出来他得病的原因是因为中毒呢？这一点对于胡惟庸来说是完全不能把控的，他怎么会这么不小心呢？所以啊，综上所述，我本人呢更倾向于刘基是自然死亡，他就是病死的。这有2点依据。第一呢，是刘基在他偶感风寒之前，身体状况就已经非常的不好。从他的诗作中可以看出，他身体的各项机能呈明显的老化趋势，而且可以说是超越他年龄的老化。王气的那件事情又让他受了惊吓，然后又染上了风寒。大家知道，伤风感冒对一般人来说可能没什么，但是它却可以引起老年人很多的并发症。或许刘基就是由于感冒引发了并发症，他腹部觉得有坠物下坠，可能是某种病的症状，甚至有可能是一种晚期的癌症。他并发80天以后就去世，也符合晚期癌症的死亡规律。第二点就是刘基去世以后，他的长子刘连次子刘景并没有对他父亲的死因产生任何的怀疑，一直到了洪武12年，御史中丞屠杰举报胡惟庸毒死了刘基，才有人开始质疑刘基的死因。这时候朱元璋也一口咬定是胡惟庸所为，而且还说胡惟庸在刘基的肚子里下了蛊。这话呢是朱元璋对刘基的长子刘连说的，说刘基的肚子生前一直是硬硬的，等他死的时候却突然干瘪了，怀疑是被胡惟庸下了蛊。说这话的时候，胡惟庸案已经爆发，胡惟庸已经被处斩。说到这胡惟庸案啊，我就多说2句。胡惟庸案与空印案是完全不同的2个案子。胡惟庸并不是因为空印案而死，空印案呢，现在无法确定它到底是发生在哪一年。有一种说法是说它在洪武8年，还有一种说法是说发生在洪武15年。胡惟庸案是发生在洪武12年。所以不管空印案是发生在洪武8年也好，还是洪武15年也好，都与胡惟庸案没有关系。如果发生在洪武8年的话，胡惟庸并没有受到影响，胡惟庸被杀死是在洪武12年、13年。如果空印案是发生在洪武15年的话，那时候胡惟庸早就凉透了。
还有胡惟庸案冤不冤？其实也不冤。胡惟庸欺上瞒下收受贿赂，阻塞言路，朱元璋要杀他，其实一点不冤。当年朱元璋之所以任命胡惟庸当这个左相，就是了解了胡惟庸的本质，知道这个人早晚会出事，所以朱元璋一直在旁边静静地看着。等到胡惟庸已经是罪行累累的时候，他再一出手，这时候打掉的就不仅仅是一个胡惟庸，而是丞相这个位置。所以从这个角度说，即使当年坐在丞相位置上的不是胡惟庸，是任何一个人，他一定也是活不了。不过很可惜，胡惟庸成了在朱元璋心目中的最合适的人选，这也是由胡惟庸的本性所决定的。空印案也不是什么官员贪赃克扣百姓血汗钱的案件。所谓空印呢，是指当时每年地方都要向中央纳税，当时纳税主要是以粮食为主，所以呢，地方官要让人押送着粮食到京城来，交到户部，户部呢要进行验收，验收的数字要与户部以前勘定的数字一致，缺一点都不可以。这是朱元璋定下的法令。但是粮食经过长途运输以后，路上肯定会有一些损耗，有些是洒在地上，有些被偷走，有些就是干霉坏掉了。这样的话，实际上交的粮食数量与户部的数字就无法相符，但如果数字不符，户部就无法正常接收。所以押送的官员就必须回去到他的地方找主官，重新填写上一个实际交粮的数字，然后再盖上地方主官的大印，再送到户部来，这样才可以正常接收。但是因为那时候交通不便，如果距离南京远的一些地区呢，一来一往可能就要几个月的时间，确实是非常不方便。所以有些官员呢就想了个主意，在他出发的时候，在空白纸上就预先盖上大印。这个大印并不是一个完整的大印，是一个类似于我们现在的骑缝章，就是留一半拿走一半。然后跟户部交割的时候，如果发现数字不符的话，马上就在这个盖有章的空白纸上添上实际的数字，交上去，这个差事就算了了。这个事情呢，是从元朝就开始这样做的，大家呢也是习以为常。但后来这事儿不知道怎么被朱元璋知道了，他认为这是欺君，所以就兴起了空印案。空印案呢，据说当时是杀了几万人，但我想呢，应该没有这么多，因为当时全国的官员也不过就几万人，如果都杀光了的话，那也没人做事了。况且在空印案之前或者之后，还爆发了胡惟庸案，还杀了3万多人呢。那如果那几万官员都已经被杀了的话，那胡惟庸案杀了3万多人，杀谁去？他总不能把那些死去的人提了出来再杀一次吧？所以呢，有些专家认为呢，空印案大概杀死了几百名官员。相较于真实的刘基死时的黯然收场，死后的刘伯温却变得风光无限，神采飞扬。而帮助刘伯温走上神坛的，就是写在刘伯温去世10年以后的一本书，叫《故城义伯刘公行状》。后世的很多民间传说，它的根子都是在这本书上。就是这本书让儒士刘基变成了术士刘伯温。这本书最先是这样描绘刘伯温的，说刘伯温有一日在西湖与朋友一起泛舟游玩，突然看到天边一片云，当时朋友们都觉得这是一片祥云，所以纷纷的作诗应和，但只有刘伯温坐在一旁对他们说，此乃天子之云，10年以后南京将有天子降临，我当辅之。10年以后，那个所谓的真命天子朱元璋就站在了南京城上。当刘基变得越来越能够预知天命的时候，朱元璋的天命所归也就得到了越来越多的佐证，这就是所谓的互相成就。我们不敢说这本书是朱元璋授意写的，但它至少符合了朱元璋的意愿。朱元璋大家知道他出身比较低，所以呢他总能够有一种不安全感，一种危机感。
他希望让天下人都知道，我的这个皇位是天命所归，是上天赐予的，别人拿不走。所以他希望有人能够为他鼓噪，为他传播。而刘基恰好有这方面的专长。而朱元璋也会用各种方法不遗余力地肯定刘基有这方面的能力，说刘基看人是如何的准，说刘基已经是半仙之体，等等等等。这样刘基被捧得越高，他的君权神授的地位也就越加的稳固。这就像有时候我们买东西一样，售货员有时候夸你很有品味，很有眼光，其实他并不真的这么认为，他不过是想卖掉他的东西。再后来的民间传说当然就是越传越邪乎，刘基也就真的变成了刘伯温，架在空中下不来了。刘基是在正德年间的时候，他的声誉达到了顶峰，他被加赠少保，而且赠谥号文成。但如果刘基泉下有知，或许他很想知道，这被加封的人到底是如是刘基，还是术士刘伯温。我相信刘基肯定想做回那个刚直不阿、敢于犯言直谏，又不同流合污的儒士。或许这样的话，他就没有了那些云里雾里的虚幻，但是呢，却多了分坦坦荡荡的真实。这样才是真正的刘基。好的，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收看，欢迎大家点赞订阅。这里是风下杂谈，Frank 甲为您带来有温度的历史，咱们下期节目再见。